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来谈的是国际的焦点，包含的是苏立文不是见了习近平吗？但是美国也准备要出手做什么呢？我们看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他们即将要宣布对中国产品征收301关税的一个决定。包含的是路透说，美国拜登政府30号是再次延后宣布对美国对中国制电动车、电池、半导体还有太阳能电池大幅提高关税的最终决定。他们说，他们这个实施的时间延后到9月的某一个时候。那美国代表这个戴奇也支持加拿大对中国制的电动车还有金属来征收高的关税。那加拿大是在周二宣布的，从10月1号开始要征收关税，那是包含美国特斯拉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征收关税。那杜鲁道说，这个举动就是为了反击中国有意跟国家主导的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政策。那戴奇是表达强烈的支持。好，但问题是我们知道美中之间本来就是一个角力的状态，但问题是美国有一些政策是真的让大家满头问号，像这个我就觉得是很奇怪的。美国专利商标局8月将向美国众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提供数据的时候显示，2010年以来美国国防部、NASA 等政府机构资助之下，中国研发人员总计申请到了1020项的美国专利，那包含像是生物科技还有半导体等敏感的领域，这些都这么敏感，然后还给他专利。那很奇怪，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呢，他说美国纳税人无意中资助了中国实体，然后声称拥有1000多项的专利，其中有近100项专利都来自国防部的资金，令人相当震惊。不只是他震惊，我也很震惊，到底为什么呢？好，那中国真的很在意美国的制裁吗？我们来看到这晶片制裁被绕道了吗？辉达公布了第2季的这个财报，中国还是有非常大的贡献营收。我们看到这个辉达在第2季度中国市场的总营收达到37亿美元呢，这个数字相当的高。好，那辉达首席财务官就说，虽然辉达在中国市场的营收有受到政府出口的管制，但是第2季仍然是出现了这个增长的情况，所以显示中国是辉达数据中心收入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者。好，那华为是如何？挺过了美国制裁之后，现在华为也赚很多钱哦。看到它的业绩营业显示，上半年营收人民币是4175亿元，是新台币大概1.87兆。那净利人民币是55亿元，是新台币2000多亿元。反正他每一天赚的新台币大概就是13.7亿元左右，非常惊人。那但是现在华为因为过去被美国制裁过，他们现在也不再执着在制造工艺哦，他们是以系统设计、工程建设来消除晶片的代差，所以他们在绕道而行。而且我们看到华为现在也跟这个比亚迪联手要做一个系统，这是什么呢？比亚迪宣布将在高阶越野电动车中采用华为的自驾系统，这意味着比亚迪在提升高阶品牌竞争力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将透过技术创新来提升产品的吸引力。好，讲到比亚迪，大家就会讨论到说，比亚迪现在在全球的市占率是如何？我们看到它在上半年获利增加了24%，它的毛利率已经超越了特斯拉了。那它是30号公布的报告，所以蛮新的哦。那其中它的毛利率提升到20.01%，超越了特斯拉，而且它也要收购是德国一个经销商，强化欧洲市场的定价还有供应能力，所以它快速的在全球席卷。那已经同意要收购这个了。那交易的预估会在今年第4季完成，包含收购比亚迪在这个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的一个旗舰店。那美国有2个议员就觉得说，其实现在这个威胁美国安全的就是宁德时代，但是宁德时代认为说，对你们的安全威胁其实不比砖头大因为呢，像环球时报就说，这2位共和党议员是要求美国国防部在这个中国制造商宁德时代要列入涉嫌跟中国军方合作的一个限制名单，他们认为这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但宁德时代就说，这个真的不比砖头大。
那我们也看到，现在英国媒体认为说，这个英国可能是担心招来中国大陆的反击，所以不跟进美国来做一些中国电动车的加税。那经济学人就说了，其实他们觉得这个英国可能有一些状况是明智的吗？这可能是中国的一些想法。我们要问永明老师，现在整个美中的布局角力好像也有在慢慢的升高，但是好像又有一点点诡谲的状况。这个就是苏立文到北京的时候跟习近平、跟王毅的时候讲的话。我们要激烈竞争啊，但是呢要有所管控，管控就是避免这个竞争变成冲突或战争。但激烈竞争在什么层面呢？就是市场、贸易、技术、科技，那还有呢地缘政治与外交。好，那这边是专重的就是在科技、技术跟市场。什么叫产能过剩？哈，我最简单的解读就是，你做得太好了，你也卖得太好了，所以呢，把我哥要打趴了，产能过剩，不准你再多进口。哦，那过去这90年代的时候，美国对日本的汽车也是一样，甚至用外交的压力，使得日本自己政府设限，叫做自愿性出口限制。什么呢？自愿性出口限制，也就是说，我自己设限我出口的这个量。国际贸易还有这一招，现在也变成一个在90年代的时候变得常态化，后来被就是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是一个违反这个自由贸易的精神哈。那美国现在没办法要中国大陆自我设限出口嘛，对不对？因为不止你北美市场，我现在是全球市场都在是取得就是优势，那因此呢，他就用产能过剩来提高100%，那意思就不准你进口。我们台湾在做同样的事情，可是这种他不要你北美市场，你自己本身有替代吗？你连你的特斯拉都是在中国制造，因为现在都面临到100%。可是你知道，全世界前一阵子，包含欧盟、美国，不都是在鼓励电动车、奖励电动车？美国也在做同样的补助。你要讲补助或所谓国家资助主导，那美国政府所花的钱不比中国少啊。加拿大也有，只不过你现在比不过人家这个做得好、卖得好。所以呢，问题来了，那全球暖化你怎么因应，对不对？那这整个汽车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你怎么去面对？你还是持续的用这个内燃机的这个汽车吗？我想大概目前就是这样子。那至于你看到就是说 NVIDIA 以及华为 ，NVIDIA 告诉我们，不管它现在有人说，它现在还是值得进去买，有人说它现在面临到最大的挑战还是它的这个技术的突破，未来面临到 AI 的这个发展。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大家看股票都看 NVIDIA， 但是呢 ，NVIDIA 很告诉我们重要一块，中国的市场不能放掉。中国大陆市场如果一放掉 ，NVIDIA 所以对这些跨国企业，马上你的这个业绩就少了个1/3、1/4啊，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是一个 NVIDIA 告诉我们，中国市场没有一个这个国际企业可以放掉，但是这些西方政府都在切割中国市场。另外一个方面，华为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中国技术正在赶上，甚至最近日经有一个报道是说，他去分析在华为所设计出来的麒麟的晶片和台积电技术只差3年哦。那我不确定技术这个层面的真假，但是如果连日经都有这个报道，也许他是在自我警惕，也许他在讲部分的事实，可是就告诉我们，中国的市场没有一个企业敢放，但所有的西方政府要切割，但中国的技术正在赶上，那你面临到等于是双重的这个夹击，所以美国的科技战跟贸易战还能维持多久？我觉得这个很大的质疑的问题了。好，但是因为接下来没选嘛，所以这个科技战、贸易战，我们要继续请教韩平哥怎么看美中之间关系。其实，当然，美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就是过去美国一直崇尚所谓的自由贸易，他要全世界大家都不要有关税壁垒，然后全部都跟我做生意，你不能对我那个关闭市场。但那是美国强的时候。那美国不强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求限制这限制那，对，限制那，你不给你的产品，这个不能进来，那个不能进来，然后就现在就是搞得现在他甚至不止自己这样做，他还希望他的盟国全部都这样做，那就是对中国大陆采取一个关税壁垒，那甚至做这种保护主义。但是问题是，也许这个对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竞争有利，可是对他的盟国来说，对他们的经济会有利吗？因为这些盟国其实并没有在跟中国大陆直接做这样的竞争啊。
那如果我跟着你一起做这种保护主义的时候，好，你美国强，你美国肥了，你美国把中国大陆打趴了，那我获得什么？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国家过去是美国忠贞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他不见得跟美国采取同样的动作，因为这个对我未必有利啊，那只是对你美国人有利啊。所以你会发觉欧盟在很多对中国大陆的制裁上面，也都采取一个相对保留的态度，或者甚至一种敷衍了事的心态。那甚至连美国自己呢，包括他对这个电动车的东西一言再言，其实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他自己也要考虑到一些后面的后续的结果，而且中国大陆也不是没有反击的手段。大家也看到，中国大陆这几年不断的加强了对这一些相关的一些微量元素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的制裁。那就是我就是现说，那你没有这一些那个稀有金属，你就是没有办法做一些事情啊。所以呢，中美就是在这方面去竞争。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就是，现在美国说宁德时代对我可能会有威胁。那可是宁德时代对美国的威胁是什么？美国的军方讲说，第一个，你可能会提供给中国大陆军方，你跟中国大陆军方有合作。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万一都用你的电池了，那万一哪一天我们中美大概争执升高到一段的时间之后，你不提供我电池，那我不是完蛋了吗？我觉得美国很奇怪，你都可以要求台积电去美国设厂，你为什么不要求宁德时代去设厂？实际上，宁德时代一直想去设厂，宁德时代一直要跟美国的福特合作，然后在那边生产一些新的福特汽车，这对你美国也有利啊。而且你可以借由宁德时代在美国设厂，你也可以提升你自己的技术啊。但是美国不打算这样做，他反而是打算禁绝宁德时代，这个真的是很愚蠢的一个现象，我真的觉得蛮傻的。那实际上呢，我觉得美国现在他不断的用这一种保护主义，到最后，老实讲，你在第一个，你逼着中国大陆什么都会；那第二个呢，大家看到华为，它现在因为它在晶片的制作技术上，中国大陆在晶片制作技术上跟台积电跟最先进的还是有一段距离。这一般认为至少差3到5年，甚至有夸张一点差7、8年以上，10年的。那但是它就是在提升它自己其他在这个晶片设计方面，在这边先用这种设计的方式，看能不能补强它的效能。那很多人说这是弯道超车，其实不是。它其实是我现在我晶片的生产方式，我还是继续研发，我还是要提升我的技能，我要跟你代差越来越小，甚至有一天跟你那个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你。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提升我的设计能力。他希望自己的设计能力未来能够成为世界翘楚。那如果有一天真的被他在2方面技术都追上来的时候，那他就天下无敌了。所以人家是在往这个方向前进，不要以为那个只是一个在弥补自己能力不足，其实不是这样看待。好，确实现在这个整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角力，包含了科技战、贸易战，可能还会持续的升高。好，我们要问舰长，舰长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像中国有没有在意美国的制裁？有什么好在意的？反正你就是要不断的搞大这个小院高墙啊，变成小院铁幕啊。我们这样讲啊，第一个我们先开始啊，也就谈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啊，现在大家都已经把手机迈向 AI 化了。我想请教一下，你真的觉得我们这么大的手机，它可以做 AI 运算吗？当然不行。那它到底怎么做 AI 运算呢？它就是把你的所需要计算的数据直接数位传出去，然后透过这些资料中心里面的超级电脑运算之后，再迅速的还给你，然后让你觉得哇，这个我的手机竟然可以 AI 计算。哦，不，是这家手机的厂商，它的我们讲到资料中心可以做 AI 计算了。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华为的这个常务董事张平安讲的，他要提高的他的系统设计工程，也就是我晶片赢不了你没关系，可是呢，我的频宽比你宽，然后我的传输速度比你快，然后我的这一些资料运算中心呢比你快也比你大，然后最后我的手机一样可以变成 AI 手机，这个就是华为没有讲出来真正背后的一个道理啊。美国你懂了吗？那另外啊，我们讲到说，这个美国不断的想要利用关税来为难中国大陆。那例如说，那个他们说要对电动车提高到
那个提高100%的这一个关税，另外还有50%的太阳能电池，另外还有电池的25%，这个不就是中国大陆的新三样吗？你就这样关税，可是我现在只问一件事情：消费者要不要？消费者需要，那结果你让我买这么贵，结果钱被你们国家通通抽税赚走，抽税赚走之后又搞一大堆武器去打仗，打仗又把我的儿子、我的先生或者甚或我的父亲，通通都拉去打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啊？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欧洲这些国家现在它的那个政党不断的被轮替，就是这个道理。美国你还没有想懂吗？你继续，很快的川建国。川普就回来了。那我们这样讲啊，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讲这个有关于电动车，可是比亚迪跑得比我们想象的速度还要快啊！为什么？因为这是比亚迪在深圳的小墨国际物流港啊，它的叫做开拓者1号的这一个汽车船啊，其实就是滚装货轮。我们看到它可以从后面下卸。然后它可以一次装多少辆？不多，7000辆。那7000辆这么多的汽车，比亚迪的汽车，它已经跑了一趟荷兰跟德国，还跑了一趟西班牙了。你就知道比亚迪的汽车大家多么的爱。另外，我们看到这里被红框框起来的地方，它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LNG 的 power， 也就是它已经使用所谓的天然气来推动这艘船了。意思是什么？它可以将这个电动车所在运输的过程中间所要付的碳税压得更低，因为它消耗的它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呢更少。这个就是比亚迪跑得比全世界都快的原因。美国，你想通了吗？好，美国到底有没有想通呢？更多的国际焦点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现场。我们接下来持续关注的是南海这边的争议哦，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有40艘的中国船追堵菲律宾，在周五的时候向萨比纳环礁补给运送失败，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还是持续的在紧张，而且随船的法新社记者也在补给船上面看到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是追赶着菲律宾的补给船长长达2个小时，将他包围了。那在40艘中国大陆船沿途夹击之下，菲律宾的补给船被迫折返，就没有办法向菲律宾的海军运输食物的补给。好，那这个除了之外呢，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鲜兵暗杀的争议还是持续哦，所以北京将要新建34个巡查站，所以看得出来这边持续的在白热化当中。那美军的印太司令部则说，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制定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可以随时出动，所以美方这边是菲律宾的后己哦。好，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要在南海为菲律宾来挺呛虾嘛，对不对？好，北京他怎么说呢？我们看到的是大陆的这个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哦，他引用了黑神话悟空来代表中国大陆军队的态度哦。他说他自己也看过很多关于孙悟空的影视作品，他说其中有2句话他留了下来，非常印象深刻。他说就是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好，真的是猴子的威力很大，连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东北调了，开始讲了悟空。好，我们来看这个黑猴子的魅力到底有多少呢？这个黑神话的真结局，现在很多人看哦是将近200万，很多玩家说，爽快的程度真的比什么战神还要更好。那现在黑神话对于《西游记》大胆的改编，在社群上面也引起不小的争议，但是对于不了解《西游记》的很多玩家来说，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外国人对于《西游记》
戏的这个了解程度没有到这么深刻，但是评论区的玩家都是给赞美的哦，像是什么二神郎的法天象地，还是真结局的精良动画，他们都说真的是一个奇迹，所以真的你看。网友热议的非常多，很喜欢他们里面的一些结局啊，什么有刀子啊，觉得很有些还觉得很感动，所以这真的是大陆网友的一些讨论的焦点。好，但是我们看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也有一些说法，他认为这悟空蛮特别的，我们来听听看。黑神话悟空，我觉得应该是游戏时代的来临。过去我们经常说电影人，我觉得今天应该有了游戏人，他们的成功是必然的。为什么必然？他们的执着，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才华。另外还有一个时代的变迁，今天是一个游戏的时代，我们今天人的审美，今天的生活方式会更容易和游戏发生共鸣。好，游戏是不是把文化也带向了整个全球呢？我们来看到美国媒体是认为说，这个核心投资人这个吴淡完全体现了官方倡导的耐心资本。耐心资本哦，就是用长时间啊，认真的愿意投资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好，财富中文网也报道说，这个2021年腾讯入股之前，英雄互娱是唯一的资本方哦，但是创办人吴淡呢，他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有斥资6000万人民币拿下了游戏科学20%的股份，所以让这个创办人冯骥得以熬过了低谷期。所以现在这个游戏在中国大陆真的很夯之外，他们也开始在思考说，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尽量的用这个文化的部分来进行推移。但我们看到现在黑神话日本是不是也有一点点状况呢？因为很多人在思考的是日本的一个策略，那也有游戏直播主说，这个就是一记警钟，因为让我们开始寻求了是不是有其他的方面可以来进行推进。那像印度整个是觉得说，这个黑神话悟空根本是在抄袭我们印度的神猴吧，所以现在大家对于这只猴子的讨论度全球都非常高，甚至还有人觉得有抄袭的疑虑。韩冰个人怎么看猴子的威力无法挡？第一个就是这个黑神话悟空，现在目标就是可能很快要突破2000万辆。2000万份，这真的是蛮惊人的一个数字，表示就是打破了很多过去对他的质疑。有的人说只有中国人才会玩这个啊，他那个就是故意炒作出来，一下就掉下来。显然不是，现在每天还有上百万人在现在玩这个东西哦。所以我觉得人家成功了，就是要仔细去思考人家怎么成功。那你也可以看到大陆这边也。这个黑神话悟空对他们也引起了一个不小的震撼，也就让他们反思很多东西。因为过去大陆大概把很多精力就放在这种就是传统的这些电玩游戏上面，那因为那个成本小、好投资，然后回收可能也比较快。可是现在他们也发现，对这些东西赚不赚钱，有一定的程度赚钱，但是好像没有他们想象中这么好赚，而且你投资的效益越来越低，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是不是要重新思考？那甚至我觉得苏木讲的最有趣的就是。你说有电影人，那是不是将来就是有游戏人？也就是电玩其实早就已经是一门很庞大的产业，那甚至电竞也已经成为一个职业运动了。那现在会不会未来就是包括整个电玩就是变成电玩人，就是完全兴起，它变成一个真的一个大家所看重的领域，而不单纯的，因为过去大家总是多多少少有点贬低的心态，认为那不过就是个游戏嘛。那未来是不是它就是完全会成一个可以跟电影比拼的一个？因为电影以前常说电影叫第8艺术，那它是不是第9艺术？对不对？也许就是这样。因为你看《黑神话：悟空》，它很多场景那个动画制作的非常精美啊，很多东西看起来非常震撼啊。那难道你能说这不是艺术吗？这也是另外一种艺术啊。那随着电玩的这个领域越来越扩展，它的思想越来越玄奇的时候，很多艺术可能就在这中间产生了。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产业，它未来的商机是非常非常庞大。那我们台湾也要去思考，也许这种3A 游戏的类别不见得是适合台湾发展的方向，但其他的方向是不是适合台湾发展呢？还有周边的商品啊，你要知道黑神话悟空，因为它需要比较高阶的电脑，因为它要独立的显卡，它要其他一些那个比较好的电脑运算，所以呢，它带动了市场上5万元以上的电脑，现在最近写一股买气。那我们台湾可是电脑的专业，电脑很多的相关的领域，台湾都是非常厉害、非常领先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刺激？我们一方面大家结合，我们自己也
设计出更多这种复杂游戏，然后提升台湾自己的电脑销售。我觉得这个都是台湾厂商应该可以去思考的方向。对，其实可以反思一下台湾可以再做什么东西来突破。舰长你怎么看？连印度都觉得这个黑神话悟空是抄袭他们的神猴。反正啊，中国有什么，然后韩国就说那是他的，现在又多一个印度是他的，印度又说这个神猴是他的，那拿出著作来大家看一下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说硬要说那只神猴是你的，但是你有办法把它发扬光大吗？不，你不行，你连水都搞不好。那个水，你到印度敢喝水吗？一喝就落腮。那我们讲到说啊，刚刚这个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啊，他其实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也就是黑神话悟空啊，他让的这个产业已经开始转变，也就是电影产业呢，慢慢的要开始转向变成这个我们讲到游戏产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讲到说黑神话悟空，它的画质、它的配乐，其实都已经是电影，甚至高过电影等级了。那如此呢，其实电影早就有，电影产业有曾经试验过，叫做互动电影。还记得 Netflix 有一部电影叫做《黑镜》，它有5个不同的结局，那都是你要透过你的互动才能得到结果的。那现在如果你去玩黑神话悟空，是不是你虽然在一个游戏的框线里面，你自己决定过程，你自己在一个很棒的一个影音环境之下，决定那个路径，决定那个结果嘞，就是。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自己决定剧情，其实也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所讲到的这一个产业的改变。产业的改变非常可怕，只要一开始启动，大家开始追随，那个你没有跟上就来不及了。那另外啊，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在南海的部分啊，在南海的部分呢，菲律宾。你不要以为你是悟空啊，你不是悟空啊，你就是只猴子而已。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我们来看啊，前一段时间，也就是25日啊，这个菲律宾的3002号船跟那个海警的21551号船，这个是同型舰啊。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构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到它前面旁边这边全部都是防撞的结构，包含我们这边看起来凸出来的全部都是，而且呢，它用这个地方直接去撞你3002号的这一个补给船。我们看到这个补给船，它也有这防撞结构，但是它只有在中段才有，而且现在中国海警是铁了心，就是不让你去。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它要建设34个巡查点，另外我们来看到，它用它最坚硬的地方去撞你最脆弱的地方，而且他还故意的向右转向，要把你整个画出一道来，那个是不是你们不是开船的，你还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这样讲，现在解放军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奉劝啊，菲律宾，你还是好好的回到那个花果山。好，既然讲到了南海的争议哦，永明老师怎么看现在中菲的这个交战？中菲的这个南海争议不会中断。至少在小马可仕这个任内，所以他有3年多的这个时间哈。那我们看到从黄岩岛到仁爱礁，然后呢到仙滨礁，我们这边中文用的是萨比纳环哈，其实这个是菲律宾用语了。那大陆叫仙滨礁，台湾这边叫仙滨暗沙啊，这我们统一就用仙滨礁。那仙滨礁你看在8月19号、25号分别就是菲律宾2次有这个冲撞。那冲撞为什么呢？他要去补给，在仙滨礁那边有就是靠这个等于是准坐滩，意思他就停在那边不动了。9701号舰那是菲律宾的一个就是海警的这个船舰，日本帮他做的，97公尺，很新，很新。你为什么靠着那边？我就是要靠着那边，像马德雷3号一样哦。马德雷3号在仁爱礁靠了25年。那都已经烂掉了，那所以呢，这个9701号就要靠这些小艇来补给。7月1号的时候补给成功，那大陆海警船还在旁边看。到了8月19、25的时候呢，大陆就不准它再靠近，把它给挡住。那现在呢，8月27号的时候，
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跟美国印太部的这个司令啊帕帕罗就开会，帕帕罗公开跟记者讲，如果需要，如果经过我们双方磋商，我们美国的军舰可以护送菲律宾的小艇前往9701号仙宾礁靠坐滩的这个船去运送物资。哎，这个不得了！马上菲律宾的参谋长说啊，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这里先努力试试看。哦，可是呢，我觉得他们在唱双簧，因为你看隔2天之后，苏立文到大陆去见了张又侠，就说我们要建立司令级之间的对话管道。结果呢，我以为是东部战区，结果他是印太司令跟南部战区的司令。接下来几天他们都会通话，为什么？就是准备美军准备要去护送了，会不会真的护送我们不知道，但是美军已经在准备这个动作，以防万一真的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呢，印太司令马上可以跟南部军区的司令有一个通话。你要知道，美国的战略跟美国的想法已经要把这个事情再往前逼了，有没有看懂？哦，话已经都讲出来，然后呢，以防万一的通话管道都要求建立起来。那现在透过这高官之间的互访以及对话，你可以嗅出一些的不一样。但是呢，在中欧关系最近也有一些改变。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欧盟现在对于中方他们有启动了非常多的反倾调查，那中方当然也对他启动反倾调查。这里面查到一个东西叫做猪肉，这个国家不行了，这叫做西班牙。好，关税呢彼此吵来吵去，西班牙首相 Sanchez 他马上讲说没有啦，我9月要去，而且呢，路透社的报道是说他9月7号到12号访问北京、上海，而且会跟习近平见面，甚至他带去的叫做副贸易大臣。好，他说啦，现在呢他会发挥更大的力量，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他近期在他们自己的国内，他们所面临的是他太太可能有一些涉贪腐等等的调查，所以本来他还想说我要离开，没有哦，现在他要为西班牙来出征，原因是因为如果真的呢是对欧盟猪肉的进口来进行调查的话，那要小心，他们自己呢，如果出口到中国，规模大概是占他们内部的22%，12亿欧元这么样大的一个规模，所以他就讲了，这个对他们来讲影响之重大。目前中方的调查欧盟的这个部分产品，除了有猪肉之外，还有白兰地。白兰地先前有一个例子，就是呢，他们认定它是倾销，但是他们不采取反倾销等等的相关回应制裁。那如果他现在去瞧的话，是不是后续大家也可以有来有往？好，毕竟中方现在可能有些东西也会卖到西班牙去嘛，那大家就比较能够来谈什么东西会卖过去。这个叫新海鲜，好，什么意思？是新疆这里的海鲜叫新鲜啊，原因是因为呢，他们目前新疆你会说沙漠，可是呢，在沙漠现在竟然能够养殖出螃蟹，塔克拉玛干沙漠现在就是靠着他们当地的一些科技技术，包括独特的土质，所以呢，他们养出了特别的新疆沙漠的螃蟹。那新年4月的时候呢，已经从江苏空运了3万吨的蟹苗，已经可以捕捉上市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鱼，有石斑鱼，有乌头鱼，有珍珠蚌等等的海鲜，量还蛮大的，而且存活率他们说现在已经达到了99% 以上，表示说这是一个成功能够在这里继续经营的一个事业了。而且呢，他们讲里面有一些东西，好，包括什么？包括先前澳洲淡水龙虾不是都会进到这个从澳洲进口到中国嘛？现在他们自己在新疆的克什地区也可以成功的养殖澳洲淡水龙虾，这一些东西呢，现在甚至可以开始出产到各国，包括了俄罗斯。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西班牙、欧洲地区，那双方是不是就能够在这些项目上面有来有往？我卖你猪肉，你卖我这些虾子以及海鲜，大家就可以来谈啦。好，这个是希望欧盟可以继续谈的。那这一边呢是不想跟你谈的，因为加拿大现在确定的要对中国的电动车来增加新关税。美国这边当然马上站出来说，我们力挺戴奇表态支持。不只有车子，他们的造船商也呼吁了，中国现在造船厂这么多，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他们加拿大呼吁要对中国制造的船舶来征收
100%的关税，甚至还讲说啦，现在如果说我们没有把他们给打下去的话，哇，中国的军事能力还有可能会随着他们造船的技术、军民融合的技术持续的在增强，这个影响的都是未来。加拿大现在看起来跟美国是同舟一气了。但是如果未来总统是川普的话，还会站在同一阵线吗？为什么？川普现在称加拿大的总理说可能是卡斯楚的儿子，而且呢，他的讲法是说杜鲁道头发也很多，那大家就会开始在讲说这样子一个讲法合理吗？也有人说这是报鸟栖亚湾老鼠冤，因为当年他在当总统的时候，杜鲁道曾经背地里批评他。来看看当时谈话。就刚刚好，当时在那个会场里面，可能是空间的关系吧，有回音，被人家录得非常清楚。所以事后这一些人，包括了强生啊，包括马克宏，包括吕特，大家被媒体问到的时候都顾左右而言他。好，但是川普听到之后很生气，直接骂他是个双面人。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两边的交情？那就要看总统11月美国总统换谁来当了？请教一下亮哥，原因是因为这些都是有来有往啦。那如果说从西班牙的观点来看的话，现在 Sanchez 他9月要赶紧来访问北京，很多人说他是为了西班牙猪肉而来。那个欧洲各国事实上都在跟中国谈交易啦，那他们是希望中国能够去他们那边投资嘛，不管是电动车或者是电动车电池，或者是太阳能。那都在谈项目啦，所以啊，你最近会看到很多这种行为啦，比如说他就扬言我要征白兰地哦，他又不公告，那就让法国紧张一下这样啊，因为这种关税的东西啊，都可以溯及既往的啦，所以啊，你会看到他纠缠蛮久的，因为欧盟的决策就是慢，所以你就会觉得欧洲会败落都有原因的啦，它毕竟没有像美国这样。比较有效率嘛，所以你就会觉得拖好久啊，那个光是要征那个电动车的税，那后来不是降了一下，才降1点多，对，对不对？为什么还是没有谈完呢？所以这种议题实在我很懒得去注意了，因为到最后反正又回溯，那我认为最后都会成啊，因为真正就是要圆满解决，就是要中国去投资嘛，那我就可以避免掉一些关税，那各国搞不好落实的状况，就会跟欧盟再去谈，说我们就要再调整一下这样那新疆有这个所谓的内部的人工海啊，你不要意外了，因为中国的盐碱地啊，可以运用的有5亿亩啊，那其中有1/3在新疆，所以它等于是用新疆作为示范区了，那他们已经在科技上已经。知道要调多少微量元素，再调多少益生菌，那就可以再加水嘛那盐碱地就可以变成海水的环境制造出人工海水。对，这个科技他们已经克服了，所以你才会看到一大堆海鲜嘛，那包括螃蟹啦、鱼啦，一大堆啦那新疆那个规模都是超级大的所以当然就会种出一大堆东西来这样在中国大陆在盐碱地的开发运用应该是世界第一了，对，因为它的量很大它总共有11亿亩的盐碱地，那可以转用的大概有1/3，因为有的实在是太远了，比如说在什么沙漠盆地里面，那没有办法用，那可以用的大概有1/3，就是5亿亩，那其中有1/3在新疆，所以你现在就看到，所以。新疆未来会发展出什么？你真的都不要太意外了它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大量的集中，然后来做比如说棉花啦、番茄酱啦、太阳能啦、辣椒还对辣椒，对，然后占中国的产量都非常大，是所以就造成很多国家真的要制裁新疆都变得非常麻烦了。难道你不要棉花吗？比如说它有那个短柔棉那所有的火药都要用到，所以欧洲现在火药来不及了，因为那个棉它一定要买，那最大的产量就在新疆，
太阳能也是啊，不然你那个节能减碳你就不要玩了，因为这里最便宜。所以我是觉得你未来一定会看到很多类似的现象啦。比如说新疆养的虾竟然比沿海还多，标题都想好了，是不是？你不要太意外，你去想想它的面积有多大就好了。那确实啊，这就是新的一个科技在慢慢推动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也想要请教一下帅将军，这样子的一个新科技推动，大家就会想到了，那未来的贸易就会不一样了。你想想看嘛，这个新疆原来大家都认为是沙漠干呐，但你忘了几千年来就有坎儿井，坎儿井代表什么？有地下水。那现在气候变迁以后，降雨量增加，沙漠就是一盆沙子，下面是岩盘，这个水也流不出去，慢慢蓄水量多了就可以，加上刚刚讲的科技，把它变成盐碱地，变成海水，所以海产。各位想一想，原来从大陆东南要运海鲜到欧洲的话，新疆就去掉一半的路程了。对，这它在欧洲班列一过就过去了嘛。第二个，新疆开发的潜力太大。它占了中国土地只有1/6，太大一个面能够开发出来。还有刚刚亮哥讲的这个盐碱的利用，你知道安徽那个盐城那一带还种了水稻，盐水的水稻，就中国有一个植物什么专家弄出来的。所以化不可能为可能，化一个很贫瘠的土地资源变成将来富有的资源，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神奇的。第二个，新疆还有个特殊，当年毛泽东打完中国大陆以后，就把很多部队留在新疆，变成新疆建设兵团，他也按照军制1师、2师、新1师、新2师。但这些东西就是当年开发新疆的人力的最廉价的劳动力。但是他们现在也掌握了新疆很多资源，所以刚才讲的有县师事合一，就是你行政单位跟这个师是两个结合的，就是说他们也开发新疆那么多年了嘛，所以有这么一个组织跟市政府的联合，那新疆的前途是可以看的。然后好几种鱼啊虾都是你想象不到的。另外我在讲这个杜鲁道当美国的小弟，对不对？本来中国大陆也没有要想跟你做什么生意，他先拍美国马屁，我要加关税，你加了关税，本来也没有准备跟你做生意，你加了关税是空口的一句话。像你跟川普之间的恩怨，将来这个马屁还不见得拍得上了。第二个讲欧洲，欧洲一般的国家经济都不太好，经济不太好，你因为北约军事组织牵了你去抗俄，但是国内的经济都要想办法跟中国勾勾搭搭的。你要去宣布加关税，中国也可以加你的关税啊，那不利的嘛。尤其西班牙经济不好啊，12亿欧元也不是笔小数字啊，他必须 care 了。所以这个问题，中国大陆就利用你要谈关税嘛，大家有来有往。我觉得长此以往呢，欧盟的团结力量会瓦解。因为你没有办法按照全部跟着美国跑嘛。像很多国家我已经放弃连英国是跟美国最巴里的。对，英国的新的首相也讲了，我不能跟着你美国去打中国了。所以这个欧盟跟北约已经有很多裂痕了，就是因为你想卡人家，人家也可以卡你，卡到最后就是谁金钱经济是最现实的。那个跟美国一起喊抗中是精神加盟，行动脱队了，这就是现在的态势嘛。所以再往下搞，美国那个霸权能不能贯彻他原来的想法有问题了。毕竟北约已经得跟着走了啊，被迫拉着走了。那欧盟这边，我能不能有一点自主性？对，想请教一下吴老师，毕竟看起来桑切斯，因为他自己内部有一些问题嘛，所以他也必须要寻找说，我现在很能做事。西班牙经济真的是不太好，刚才将军也说了，那西班牙是全欧洲猪肉出口最大国家哈。那但我们先看中国大陆，中国大陆2023年从欧洲进口了大概60亿美元的猪肉，好，那最主要还有西班牙，然后荷兰这几个国家进口的。那当然这个西班牙它占22%哈，这个出口到中国大陆，所以他们在中国大陆在猪肉上面赚了很多钱。问题是，这个
你又要赚人家钱，又要在电动车上课人家关税哈。欧盟在8月初做了一个要课36%，就是中国大陆进口出口到欧洲的汽车要扣36%的关税。那当然，你用关税打中国大陆，中国当然就是找你的痛处嘛。西班牙是欧洲最大的猪肉出口国，而且出口到中国大陆这么多，我就找你猪肉的苛征关税嘛。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讲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往来，其实在这个关税底下其实是荡然无存啊。这对于两国之间其实都不是好的事情。但我们还是要看说，那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锂电池跟这个电动车为什么这么的警惕？我几个数据跟观众朋友分享。中国大陆在这个锂电池的生产，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哈。那当然，在这个过去，它在占80%的全球产能，第2名是美国，第3名是匈牙利。然后呢，在这个锂电池的生产，从2019年的130亿美元到了2023年的650亿美元哈。然后大概这个大概2/3的锂电池是出口到欧洲，到欧洲。那当然，除了锂电池之外，还有电动车。电动车我们也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的做的是相当好，不管是我们讲的比亚迪也好，或者小米这2大品牌，还有我们讲的魏小李哈，什么蔚来汽车啊，然后这个小鹏汽车，还有理想，这3个相对小。他们在过去这几个月的表现相当好，有个数据显示，大概今年的前3个月，他们的月销售已经卖了在5万台电动车，年增30%，所以连这个比较小众品牌的魏小李这个也做得相当好，代表说整体的这个外销趋势非常的强大。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就让所有的这个欧洲国家有一点警觉。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它卖到这个欧洲硬生生比你便宜，而且便宜20%。再加上这个所谓这个宾士也好 ，BMW 也好 ，Volkswagen 这几大主要的品牌，他们在面对未来电动车的生产上面遇到很大的瓶颈。你遇到这个中国大陆这么强大的电动车，而且从我们讲基础型的到高端价的都有的时候，那你在宾士这几个主要的这个电动车市场遇到很大的麻烦。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是看一下说，那这一次商学来他要找这个生意的机会嘛，他是希望说这个中国大陆跟西班牙上面在这个贸易上面是不是可以和缓一点，不要再这样子互相用这个关税来卡脖子。是，我在想这个加拿大这个杜鲁道他在对中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外交政策上面，他一开始我觉得他有点捉襟见肘，甚至他在对中的贸易的上面，还有对中的看法上面，甚至他对形容习近平的上面，他都用了许多不太恰当的词汇。那当然这一点大家对他也蛮感冒的。那当然接下来中国跟加拿大在这个船舶征收100%的关税上面，是不是能谈出一些事情？我想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好，那必须要知道是国际间的政治最重要的是什么？实力来说话，实力哪里最清楚？战场上最清楚，因为那个真的假不了。直接来看到是俄乌战了哈，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讲法就是乌克兰到底是不是陷入苦战，主要就是看乌东这一块，因为他不是直接打进了这个库尔斯克吗？结果发现什么？结果发现人家根本就没有要理这边，人家努力的在打这边。目前知道的是红军城啊，为什么红军城重要？因为这边呢5条公路1条铁路，它是一个交通要塞。那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如果这里被打出来的话，乌东这边是不是真的就会面临另一波的溃堤？好，这个算是防线上面你要如何守住。另一个部分是什么？你要知道俄罗斯有朋友的。白俄现在说要出手了，卢卡申科呢下令多套的远程火箭弹还有大炮直接移交给俄罗斯。那同时呢，他们也在运往俄罗斯的训练场在进行实弹的射击演习。专家的讲法就是说呢，这个是不要让他呢能够没有这个后背啊，所以等于是我背干你哦，我当你的后背，我给你撑住。因为呢，现在在前线上面，乌克兰这边是拿到了西方这里的一些武器的，包括了还有6架的 F-16，只是说 F-16现在在刚出师作战，传出说有1人坠毁，甚至呢这个飞官还死亡。泽伦斯基现在要把乌克兰的空中司令给解职，而且他们会很在意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都注意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媒体 Wall Street Journal 报道说，拜登政府是拒绝向乌
乌克兰派遣 F-16的后勤人员。换句话说，本来 F-16就不多了，那现在呢要派去坐飞机的，或者是呢叫个飞官在训练的，这人也比较少，他不让他的人去前线，因为他认为这是不能跨越的红线。所以呢，大家就在说，是不是他们的飞行员也开始练别的飞机？譬如说，传出法国早在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在帮他们培训，换上2500的战机飞行员。那这一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俄乌战场上双方彼此的实力。另一件事情呢，则是目前欧盟是不是会扩大今年培训乌克兰士兵的目标？冯德莱恩现在呢还是欧盟这边的一个主席，那他就强调了，年底前呢会培训大概75000名的乌克兰士兵。那这一些呢都会变成未来战场上面的一些主力，只是这些主力现在到底还撑不撑得到他们上战场，好，大家就不知道了。土耳其议长是这么讲的啦，其实双方早先就已经要谈了，你知道吗？他说俄乌停火协议都快要签成了，但是有一些国家在阻挠，这里面点名谁？就是美国，说美国想要透过乌克兰战争巩固欧洲大陆，符合他们的利益，真的是这样吗？因为乌克兰这边的讲法是说，我可以站到最后啊，我9月还要去提一个胜利计划，甚至他们讲了，未来2025开始。我跟这个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克兰的这一个契约即将要到期，我们之后就不会再让它通过，不会再让俄罗斯赚钱了。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影响到的根本就是欧洲这一些好朋友？克宫也直接讲了，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没有关系啊，就是你们消费者，欧洲的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一个价格，损害的是你们自己的利益。而匈牙利的外长跟欧盟的部长呢，据说现在呢，他们就因为俄罗斯的天然气这么一件事情，开始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一些争议存在了。欧洲内部呢，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状况，原因是因为彼此的利益都不一样，包括乔治亚现在传出有没有可能会倒向俄罗斯，也包括了塞尔维亚以前跟俄罗斯比较好，但现在为什么跑去跟法国买飞机、买战机？大家就要问，是彼此之间开始有在倒来倒去，倒向不同边了吗？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他的讲法是说呢，基本上我们就是尊重联合国宪章，而且呢，我们是所谓的外交自主啦。他对于自己的这些决定，他感到自豪。好，到底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一连串的欧洲国家的一些发展？首先请教一下亮哥，因为欧洲国家现在最在意就是这场仗到底什么时候会停。看起来在东部这一边，俄军是有可能直接突破红军城这道防线。对啊，所以乌克兰就是得不偿失啦。因为红军城如果陷落啊，这个地方是5条公路、1条铁路的汇聚点，对啊，大概就是顿内茨克地区最重要的战略据点。结果你这个地方陷落，那顿内茨克目前俄罗斯只占领了53%，可能就会因为它陷落就占领75%，差好多。那直接往前看，就一马平川哦，往前就直接到德涅伯河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乌克兰怎么办，而你打下库斯科又怎样呢？库斯科的重要性远不及红军村呐，所以我说眼前你就先丢掉一个最重要的战略据点，那你要不要回防呢？所以变成两边搞不好到最后都落空啊。而且俄罗斯恐怕会打进乌克兰境内哦，他可能会连那个苏梅都给你占领，就库尔斯克那一边了啊。所以我觉得乌克兰现在真的有点乱啊。比如说他突然宣布明年1月1号不让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经过乌克兰，那你这个不是得罪欧洲吗？那你现在不需要欧洲帮忙吗？所以怎么会有人做这种决议呢？而且经过乌克兰，俄罗斯照样付钱呢。他其实有收钱啊。有啊，有收钱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是要干什么哦。他是配合他那个胜利4条件，你慢慢想想，笑死人的那个胜利4。哎呀，这个，可是你眼前就少掉一笔收入，他又得罪欧洲，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其实塞尔维亚是很有智慧的，因为你毕竟跟中国离那么远。然后中国虽然送了红旗的地对空飞弹给你，是，你总不能都靠中国来给你军援吧？而且中国军援越来越多，北约也有意见啊，那你怎么做人呢？所以他就故意去买法国的武器。
因为当年炸他的是美国啊，北约主导的力量是美国啊，所以他等于是抓当地的一个保护国进来帮他忙啊，找另一个大哥。当然是这样啊，不然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577真的是有在想啦，而且塞尔维亚也不能一辈子都不参加北约吧？你毕竟在这个地方你现在是欧盟跟北约都没有，对，所以我认为它也要慢慢变成欧洲的正常国家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选择。那当然是选法国啊，不然你要选哪一国？因为你如果有用法国的武器，它的一些军事人员就一定要进来的啦，是维修啊，提供培训啊，那反正现在中国已经卖给他地对空飞弹了嘛，所以以后就不怕人家来乱炸他了啊。那现在进一步买空军，你总不能叫他买中国的歼。那进来还得了？那欧洲都跳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他就是取其次啦。可是我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中国这边买一点点，这法国这边买一点点。中国买最敏感的地对空飞弹，因为那个也是美国不卖给他的。那到底现在呢？大家怎么样来看？欧洲现在大家好像有点各怀鬼胎，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场仗打到什么时候，眼前美国选举也会影响到。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讲到了俄乌战争的现在前线的进展，请教一下帅将军，因为大家所关心的就是到底有没有可能把白俄再加入，火药再送上之后，俄罗斯又不一样。对，现在因为这个俄乌战场上炮兵是一个决胜的因素了。你像俄罗斯可以打到一天要用到1万发，那乌克兰就要用配给制，我给你一天只能几百发、上千发。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炮弹，白俄罗斯、朝鲜供应过，白俄罗斯供应过，加上俄罗斯自己很多的兵工厂可以生产，这就是乌克兰罩不住的地方。第二个，现在关键的这个红军村就5条公路跟1条铁路，在我们学野战略的时候，主要就是看交通线，因为交通线才决定后勤运输的问题。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就是看中津浦线跟平浦线。插到中国的南部嘛，它是按这个线来发展，所以现在红军村如果被俄罗斯拿到的话，它一个左回旋就打到涅伯河了。我记得2年半以前我就讲，站在地缘战略来讲，俄罗斯的攻击目标应该到涅伯河，对，这个才是一个天然疆界。对，很早以前2年半前整个大乌东啊，整个大乌东控制。那因为我讲过，他的战略目标就是这4个字，说我全要拿。因为这边的俄罗斯人多，打仗的时候乌克兰人跑了，这4个州被我拿下来，只要做过一个公投，就是我的缓冲区，它就是独立建国了嘛。所以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很清楚，红军村他一定会加码。那这个大家看不懂的是伦彻斯基那个4个胜利之道。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第一个，他说我能在俄罗斯里面开疆扩土，我打进去占领1200平方公里，所以你们欧洲各国给我送新式武器是有用的。以前你们都给我是破烂货，拿苏联的那个旧东西，所以打不赢。第一个，我给你证明看了，你只要给我好东西，我就可以打。第二个什么？我现在是替你们全欧洲在挡俄罗斯，对不对？我的安全关系到整个欧洲的安全，这意思就是说，我在前面挨打是为你们了。第三一个，结束战争要透过外交，这个怎么可能呢？就是说你们大家要用制裁俄罗斯。第4个呢，你们不听我的，将来重建这块肥肉，你们都可以来分一把。这我们原来看他这4个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他讲这个话，欧洲有人听了。为什么？我跟你讲，欧洲分2种人，一种是东欧被俄罗斯欺负那些小国家，是很怕俄罗斯的，他愿意支持乌克兰。第二个呢，有钱的欧洲国家已经看这个玩不下去了，但是最近法国有点很暧昧啊。法国前一阵子来调停，后来被普丁也不甩，是做个长桌子，没什么好脸色看。到伦彻斯基这边也没什么，所以现在也在培训这些东西。所以问题就是说，俄乌战场
关键就是这3个月。所以我看这个车臣的部队、白俄罗斯的部队一加下去的话，这个仗就结束了。就是因为你打到涅伯河，搞个公投，冰天雪地里面搞个公投可以啊，因为冬季来的时候，大军行动就会停顿下来。那美国就希望你们能够守得住，让我选举能够过。是。好，我们关键就这3个月，关键是最后这3个月，东将军即将来临。我们等等广告回来，要请吴老师来帮我们做总结。我们这样抽丝剥茧来看哦，那看整个这个库斯特跟这个我们讲红军村的这个因果始末，大概啦，很多分析家都认为说，其实泽伦斯基就要去打这个库斯克，有点围魏救赵。其实我们之前讲了，他可能就是要吸引这个，因为俄军在这个顿涅茨克攻势太猛烈，而且一直朝红军村打，所以他才要抽调重装备、重兵力去打这个库斯克嘛。好，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围魏救赵。为什么？其实美国观察家都认为哈。我们这边讲好像在讲泽伦斯基坏话，好像在唱衰他。其实美国不仅是 John Mearsheimer 也好 ，Stephen Wall 这几个我们在国际关系里面的大师哈，尤其是现实主义大师，他们都认为泽伦斯基你在干什么啊？你在做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啊。John Mearsheimer 就讲了嘛，他说你在这边不但不能守住，你要花很多的兵力在固守你好不容易打下那一小块地。好，现在讲1000平方公里，有人说到1200平方公里，还推进一点点。你花了这么多兵力其实没有用，你会增加你的伤亡数。战争打到最后，你再看伤亡数，你的伤亡数伤亡比例过高，其实你的战争是打不下去的。所以 John Mearsheimer 其实很悲观的认为，这一个库斯克的突袭战是他的这个注定泽伦斯基的败亡啊。不是只有 John Mearsheimer 这样讲 ，Stephen Wall 我们也他也讲了，他说你花了这么多兵力你说现在俄罗斯占领了大概20%的乌克兰的土地，那泽伦斯基就图想其招，我去占领这1200平方公里。各位观众，1200平方公里大概是占它的0.0058%。